我大姨今年100岁了，她一辈子就是省吃俭用的代表，对自己很节省，那对别人呢也很小气。当年我跟我弟弟出国的时候呢，一般来说呢，亲戚朋友呢可能都会送一点小纪念品啦，或者是包个小红包啦，或送个小首饰什么的。但是我这个阿姨呢，送了我们一个小小包的很漂亮一个盒子，那并且告诉我们说，你这个呢是故乡的泥土，那她特别呢把它洗干净处理好，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，提醒我们出国以后呢，永远不要忘本。可是您知道吗？前几年他竟然被诈骗走了1000万台币。您听到这个觉得很不可思议吧？精打细算、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却把自己大部分的积蓄交给了骗子。现在他年纪大了，前几年摔了一跤，腿受伤，那需要人照顾。但是呢，阿姨没有太多钱留下来，所以说如果住养老院或者是说请人看护的话呢，费用太高，请不起。还好表姐表姐夫很善良，很孝顺，目前还可以照顾老人家。但是呢，他们自己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，照顾了一个呢不能生活自己的老人，非常的辛苦，从体力和精神上都需要极大的挑战。所以我常常在想呢，我们努力赚钱存钱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们这辈子赚来的钱呢，应该在有生之年呢花在值得的事情、值得的人身上。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udy。前一阵子呢，我看了一本书，英文叫 Die with Zero， 那中文翻译是不要把钱留到死。我觉得呢，可以翻译成破产上天堂。作者 Bill Perkins 他觉得很多人辛辛苦苦存了一辈子钱，结果退休以后呢，反而不敢花，因为心里一直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，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够活到多久。如果我能活到100岁的话呢，钱够不够用呢？那这种想法其实让很多人就觉得绑手绑脚，明明有钱，可是呢却不敢享用。作者认为呢，我们大多数人呢，终其一生呢，都在担心钱够不够，结果呢，错过了可以享受人生、旅行、陪伴家人的黄金时期。那这本书呢，其实提醒我们了，钱的价值跟时间和健康是绑在一起的。我们20-30岁的时候都是有体力，但是没有钱，可能因为还没有开始工作啦，或者是收入不高，或是还没有很多的存款。但是40-50岁的时候呢，是有体力的，但是没有时间。对，因为这个时间呢，可能都已经成家了，有小孩，有工作，要忙着孩子和工作上的事情。那到了70-80岁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有钱有时间了，但是体力和健康可能都已经不行了。所以钱呢，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要花在对的时间，花在对的事情上面。这本书的主要3个概念就是呢，钱加上时间加上健康，那才能换来的美好人生体验。有钱没有健康没时间其实是没有用的，那要在对的年龄呢做对的事情。第2个概念呢，就是提前享受还是盲目的储蓄呢？那很多人说我等到退休之后再享用，或是有很多事情想做，等到我退休之后再做吧。其实呢，年轻的时候不做呢，年纪大的时候变有钱呢也做不动了。那最后一个概念就是有规划式的花钱。作者提倡呢，不是乱花钱，而是好好的设计人生，为体验投资，把钱用在最有意义的地方，为人生的创造所谓的 memory dividends， 也就是记忆股息。就是当你去旅行或者是学习新的东西，和家人共享欢乐时光的时候呢，这些记忆在未来的某个点呢，它会让你欢笑，让你充满了能量，让你想起这些很开心的时刻，会觉得人生很值得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担心一些事情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能活多久，活太久了钱会不会不够呢？那活太短，是不是钱都还没有花，人就先走了？结果呢，就是呢，有些人他一辈子都不敢花钱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人在天堂，钱在银行。那也有些人呢，他太乐观了，平时没有做好规划，结果退休的时候呢，人在，但是钱没啦。那有没有一个办法让我们退休的时候不用烦恼钱够不够呢？那这个办法呢，就是购买年金。那这本书的作者其实在书里面呢，他也有提到了年金呢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，它可以解决的人还在，但是钱都花完的退休问题。您可以想象，其实这是一份呢给自己买的活多久就领多久的退休薪水。我把钱呢一笔的交给了保险公司，那保险公司就跟我们承诺了，不论您活到90岁、100岁或者是120岁，他每个月每年呢都会给你钱。那这就好像自己给自己买了一个社安金福利一样。这样一来呢，活太久也不用怕没有钱。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听过年金，甚至已经购买了年金，但是可能对年金还有一些误区，还有一些不了解。那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聊一聊这个年金的几个特点哈。首先呢，年金的几个优点就是说，第一个呢，它的安全性。可以想象一下退休以后呢，如果每个月每年呢都会有固定的薪水进来，那您会觉得说，我还有这笔钱，我不用担心没有钱花。而且呢，您也知道说，一辈子有收入的话呢，您更敢去旅行，去享受人生，因为您知道呢，后面不会断粮。
那第二个优点就是说呢，不用担心投资。退休了之后呢，您可能会想说，不想要每天都去看那股市涨涨跌跌的。有些年金呢是可以保底锁利的，或者说呢跟指数一起成长的，轻松又省心。第三个优点，配偶呢也有保障。有些年金呢可以设置成双人年金，那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夫妻2个人其中一个人先走了，那留下来配偶呢还继续有固定的收入，能保障他呢不会孤单又没有钱。还有些年金呢，它有长期护理双倍的功能。那如果说身体状况不好，或者说年纪太大了不能买年金的话呢，可以考虑年金代替长期护理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它的延税或者是免税累积利息成长延迟纳税的功能。那么这个功能就更能有效的累积了资金。如果是 Roth IRA 资金转成的年金呢，更可以免税的提领，没有 RMD 的问题。之前我有个影片呢，有讲有关于如何避免 RMD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们刚刚谈了一些年金的主要好处，但是呢，如果在买年金的时候，当然也有一些考量了，比如说资金的流动性呢会比较差一点哈，它不能让你一次性的提领出来。因为年金它的设计呢，主要就是细水长流的，每个月或是每年呢，固定有一笔钱进来，但是您不能一次性呢就把钱全部拿出来。第二个就是它的收益呢，可能不如市场，虽然可以保底，可以规避风险，但是有些年金的封顶就是 cap 或者说参与率 participation rate 呢，可能会限制了这个投资的回报。那第三个呢，提前提领呢，可能会有罚金。那在59岁半之前提领呢，会受到了国税局那边10%的罚金。但是如果您投资在股票或房产上面呢，随时可以买卖，并且呢可以动用这个资金。那我个人认为年金其实不太适合太年轻的朋友，因为呢他们可以趁年轻的时候呢，把这个资产分散在比较风险高回报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，那让这一部分的资产能增长了之后呢，再考虑投资在年金里头都可以的。那我所谓的太年轻呢，我觉得应该是45岁之前哈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并不是把所有的退休金都要放在年金里头，但是呢在退休生活中有一笔钱它是固定进来的，能够帮忙支付了基础的生活费用，心里也是比较踏实的。那一般的建议就是说，您现在几岁呢，就放多少比例的这个钱在绿钱的投资上面。我之前有聊过，退休的时候有红钱绿钱的配，那所谓红钱就是把钱放在了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组合里面，而绿钱呢就很适合放在年金里头了。那第三个提醒呢，就是说年金的种类其实很多的，有些年金呢是有很好的收入，并且呢可以持续的增长。那有一些年金呢，它其实呢就像固定利率，像 CD 这样子哈，也很安全。还有一些呢是比较高回报，但是也是高费用的年金。那不是所有的年金呢都是高费用的年金。那第四个提醒呢，就是说有很多朋友他说，我自己会做投资，对不对？我不需要买年金，太保守了。但是呢，我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它其实是一种保障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。如果您很懂得投资或者是高资产的客户呢，正好呢可以利用年金做一个稳定的资产配置，那抵抗市场波动、延税，并且呢可以保障了配偶的收入。股票呢是赚机会，而年金呢是买到不会沉的船。那第五个观点呢，就是说年金的种类其实呢不是一种产品呢，它可以适用多种情况，那要看个人的资产配置的情况啦、年龄啦、对风险的承受的能力呢，还有退休之后呢您收入的来源等等。第六个呢，就是常常听到的疑问，就是说我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投资年金了。其实您可以把之前雇主 sponsor 的这个退休金，像比如说 401k 403b 或者是个人的 IRA 呢转成年金，那这个呢也是要看具体情况来分析了。那第七个问题就是说，有些朋友会认为说，我呢不会长寿，或者是说我的家族史里面没有长寿的基因，那如果买年金的话我就亏大了。那事实上呢，如果年金没有开始提领的话呢，当时投资的钱加上投资的利益，那扣掉了一些费用的话呢，这个金额呢作为死亡理赔呢是给了配偶或者受益人的。而如果已经开始提领收入的话呢，也有可能是还有一些剩余的金额可以留给受益人的。现在的年金呢，已经不像以前早期的产品，如果买了年金，但是人走得太早就不划算了。我相信每一个金融产品它的存在都有一定的价值和适用的人群。那建议大家呢，就可以用一个比较 open-minded 的方式来看待年金。回头我们再来说一下 Die with Zero 这本书呢，它其实颠覆了我对未来退休生活的这个计划和想法。我认为是一本很值得在退休前后看的一本书。想一想呢，如果我大姨呢当年把那1000万呢用在享受人生、善待朋友家人，那做好退休规划上面的话，在银行里面的1000万也不至于被诈骗走了，自己呢也会生活得更舒坦，老了生病了也不会拖累家人。那您是属于那种有钱不敢花，怕活太久钱不够那一派呢，还是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的那一派呢？请留言告诉我，想听听您的想法，也欢迎您分享您的退休计划。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影片，我是 Judy， 请您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和转发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